陪儿子玩捉迷藏，却传来女儿的声音：妈妈，我在花盆里。可女儿明明死了5年了。当天，我在花盆里找到一截新鲜的断指 ，DNA 显示确实是我女儿的。妈妈，我在花盆里。最初听见这句话时，我以为是幻听。我笑着问儿子藏在哪里，专心跟他游戏。妈妈，我在花盆里。娇滴滴的女孩音再次响起。悬疑小说千千万，3部学长占一半，紧张又刺激的完结文艺更到底。超长小说等你来看，精彩故事现在开始，立即勾起了我的心中最痛苦的回忆。我太熟悉这个声音了，5年来我一直在想念女儿，她的声音我早已铭刻于心。洋洋，你快出来吧，妈妈不想玩了。心中升起寒意，我企图呼唤儿子。妈妈，我在花盆里。回应我的只有这一句话。一阵冷风吹来，我不由得浑身发抖。我是个单亲妈妈，儿子因为自闭症不会说话，家里也没有其他人，难道真是女儿的鬼魂发出的声音吗？她说她在花盆里。为了弄清楚，我径直走到家里唯一的一株盆栽前，那是朋友上周刚送的一盆栀子花，花盆不大，绝对不可能藏下人。我端起花盆，在窗边仔细观看。昨天我浇水时它还好好的，可现在花盆的泥土竟然有明显翻过的痕迹，窗台上也都落满了泥土。我有种不祥的预感，用手拨动泥土，只见一截苍白又鲜血淋漓的手指露了出来，是人的手指。心头猛地一颤，我将断指甩了出去，刚好甩在一双鞋边。是我那个得了自闭症的儿子。看见掉在地上的断手，儿子大声尖叫起来。我最怕儿子的叫声，往往叫起来很久都不停，犹如小鬼索命。我报警了。在了解基本情况后，警察让我回去等通知，他们要对断指进行 DNA 化验。夜里我辗转反侧，怎么也睡不着。我想不通家里怎么会有一根手指，又怎么会想起女儿的声音。夏天的风很大，我住在老旧的小区里，窗户忽然被吹开了。我怕儿子着凉，起身准备关窗，却见窗户外有一团阴影。我凑过去，只看了一眼，就差点没把我的魂吓飞。只见窗户上正扒着一个长发的女人，她下巴抵着窗台，向屋里看来。我用手机的手电照去，映入眼帘的是被浓密黑发遮住的半张脸。透过厚厚的黑发，隐约可见对方的脸上长着红色的胎记，她的眼睛是血红色的，睁得特别大。谁在那？干什么？我被吓得不轻，大声呵斥着。那个女人像受惊的兔子，立即跑远了。我赶紧上前关了窗户。小区里有个长着胎记的疯女人，我略有耳闻，但被她盯上还是头一回。又是断指，又是疯子，最近这是怎么了？我搂着睡着的儿子，忍不住瑟瑟发抖。2天后 ，DNA 检验结果出来了。警察把我叫到警局，告诉我，这枚断指的 DNA 检测结果显示，断指的主人有99%的可能与我是母女关系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我女儿早就死了呀！我女儿5年前掉进河里被淹死了，还是我亲手送她去火化的。警察又说，你女儿死的时候7岁，可这枚断指的主人今年至少10岁 ，DNA 检测绝不会出错。要么是你在撒谎，要么就是有人在搞鬼。我绝对没有撒谎，是这事情太过于诡异了。你只有这一个女儿？我回答，是的，只有这一个女儿。虽然我以前还有一个怀孕时就胎停了的女儿，但她肯定不在这个范畴内。警察又问我，你的丈夫呢？5年前女儿去世后，老公一直郁郁寡欢。有一天他喝醉了，要到河边找女儿，结果不小心掉进去了。回忆起最痛苦的事情，我的眼眶忍不住红了。过了一会，有人找来卷宗，我说的2件事确实被记录在案，只是女儿的尸体确实火化了，但是丈夫的尸体却被河水冲走，始终没有找到。怀里的儿子看见卷宗上贴着的老公的照片，又开始大声尖叫起来。这尖叫的声音简直令人心悸。警察很快让我们离开了，我带着儿子直接回了家。可在小区门口，我又碰见了那个疯女人，她正坐在小区大门的地上，抬头看着来来往往的人。女人瘦骨嶙峋的，头发很长，脸几乎被盖了个严实。听说有人曾在夜里目睹她骑在一个男学生的身上，将那个孩子打得满面是血。我有些忌惮这个神经病，带着儿子快速走开了。走出几步后回头看去，那个疯子竟然朝我走的方向看来，他甚至撩开一部分头发对我笑起来。我带着儿子落荒而逃。回家后，我立即把门反锁，拉上窗帘，生怕对方再来我家里。断指的事情我怎么也想不明白，还有小区那个疯女人更是让我害怕。一连3天我都彻夜难眠，一闭上眼睛就是那个女人睁着血红的双眼死死地盯着我。第4天，我终于忍不住去市场买了条狗，可那只狗似乎很不喜欢我家，经常在客厅大叫。都说德牧很聪明，但买了这只狗反而更让我觉得烦恼。几天后，警察上门来问话，他们对比了 DNA 信息库，并没有找到与我女儿有关的信息。警察说话时，我新买的狗一直叫个不停，他们发觉了不对劲，这狗好像是对着地板叫的，底下有什么东西吗？我抱着儿子摇头，地板下怎么会有东西？警察俯身对着早已开裂的地板研究了一番，其中一个问，平时家里会有异味吗？我想了想，回答道，前几年夏天的时候，屋子里确实很难闻，像是腐肉味。小区太老了，卫生不行，这几年换了物业以后好多了，没什么味道了。警察说，等着，我去找人来，把这下面挖开看看。2位警官说着，很快就迈着长腿离开了。站在楼上目送他们时，我突然又看见小区里的那个疯女人，她也正抬头看着我。我抱着孩子进了屋，并不想与她对视。警察带着人回来后，很快就把地板挖开了，里面果然有东西，是一具腐败到几乎没有人形的尸体，奇臭无比的味道蔓延开来，我没忍住捂着嘴冲出房门，在走廊上呕吐起来。我住了10几年的房子，地下竟然一直埋着一具尸体，这简直太惊悚了。警察将我带了回去，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盘问。他们说这是一具女尸，初步判定在35岁左右。这房子是10年前我跟丈夫周胜结婚时买的婚房，我不知道尸体是哪来的，身边也没有这个年纪的朋友失踪。我如实回答。从警察们晦涩的眼神中，我看得出来，他们并不完全相信我，但我的确毫不知情。今天先这样吧，等尸检结果出来，我们会再找你的。这几天你先去亲戚朋友家暂住几天吧。我带着洋洋回了家，准备打包点东西去住酒店。
在单元楼下，有邻居问我什么情况，我跟他们寒暄着，委婉地将事情说了大概。还没聊几句，我就发现本在身旁玩耍的儿子不见了。杨洋转了一圈，我在隔壁单元发现了正在自己玩耍的儿子，他拿着粉笔在1楼的住户门上涂鸦。杨，我紧张地呵斥着儿子，让他别乱画，因为我知道他画的那户人家住的就是女疯子。将杨拽了过来，我擦掉他随手画的几个圆圈，并把他抱走。路过窗前时，我不由得停住了脚步。只见女疯子正端坐在屋内，一个寸头男孩站在她身后，正认真仔细地为她梳理头发。原来她还有个孩子啊！这么一想，瞬间觉得她没有多恐怖了。女士的问题还在查，可断指的事情因为毫无线索，暂时被搁置了下来。1周后，警察再次找到了我。DNA 库里没有匹配到能跟女士对上的信息，警方根据她现有的样子绘制了她生前的画像。只看一眼画里的人，我立马就认出来了。这个女人是我老公的初恋情人，她叫徐芳。尸检报告显示，这名女子的死亡时间距今应该有4到5年左右。报告显示她是死于窒息。李女士，你说你丈夫死了5年了，但这个女人很大可能是在你丈夫死后被杀害的。徐芳死于周胜之后，他们一前一后死亡，这其中有什么联系？说起来，我跟徐芳并不算太熟，只是当年我刚跟周胜在一起那会，他找上我冷嘲热讽，说周胜跟他以前如何恩爱。徐芳并没想跟周胜复合，纯粹就是为了恶心我。总之，我虽对他印象不是很好，但也不至于跟他结仇。周胜死后，我一直郁郁寡欢，1个月后发现自己已经怀孕，我纠结很久，最终决定把孩子生下来，所以有了杨。为了避免对着空荡荡的屋子毒死人，一直到孩子出生前，我都待在自己的农村老家，直到2年多以后，我才再次回到这栋房子里。我料想那具尸体就是在这段时间被埋在我家里的。将这些告知警方后，对方表示，你知道死者的家庭住址吗？我们需要去走访调查。我尽力回忆着过去，说出了一个模糊的地址给警方。警察去了徐芳以前的老家，而我则一直带着儿子住在酒店。到了第3天的晚上，杨的药吃完了，在征得警察的同意后，我抱着孩子准备回家拿药，可刚走到家门口，我就觉察到一丝异样。先是开锁时没有阻力，仿佛门没锁一样。我没细想，以为是警察他们没锁门，便直接走进屋里。可进去以后，我又发现灯坏了，客厅里挖出来的大坑还没被填上。我打开手机手电筒，带着杨小心翼翼走进屋内。我让儿子坐在沙发上等我，自己则走进了卧室，顺利找到了药，又拿上一些杨的衣服。我很快返回客厅，却突然看见儿子有些异样。他呆呆地站在客厅里，眼睛一直盯着前方，双眼空洞无神，好像看见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东西一样。杨，你怎么了？将儿子抱起来，我随意用手电筒扫过儿子刚刚一直看的地方，看清后，我吓得差点就把手机甩出去。只见客厅的角落内蹲着一个女人，那个女人披散着头发，面部血红的，被我的手电光照到后，她也不躲避，而是直勾勾地盯着我们，正是小区里的那个疯女人。我后退几步，质问道：“你在我家干什么？”可她不为所动，只是呵呵地笑起来。我拿出手机，想要打给物业。别报警！一个矮小的身影从门内闪进来，转头看去，发现是那天给疯女人梳头的寸头男孩。男孩的脚步一深一浅，右脚跛着，好像有残疾。请你别报警，我妈妈她生病了，不是故意要跑到你们家里的。我准备按下拨号键的手停了下来，认真看向眼前的孩子。他长得倒是眉清目秀的，就是太瘦了，嗓音有些沙哑，应该是在变声期。一个精神病，一个残疾人，真是一对可怜的母子。我曾经在第1次怀孕时被误诊出癌症，所以我对生病这2个字深有体会，刚才的惊恐和愤怒都被冲淡了不少。我没打算报警，只是想找物业的人来，你妈妈经常在我家转悠，我儿子被吓到了。对方低垂下脑袋，不好意思，给你添麻烦了。说着，他走向蜷缩在角落里的女人，伸出手，妈，回家了。女人原本还在那笑呵呵的，满脸痴傻，可一听见男孩的话，她表情竟很快柔和下来。她很听话的从柜子底下爬了出来，直到目送他们离开，我这才放下心来。转头看去，杨竟跑到刚刚女人蹲的地方，拿着蜡笔在地上涂鸦起来。他画的依旧是一个个圆圈。我问他，你在画什么呀？可他仍然一言不发，心里忍不住叹息，要是杨能和刚才的男孩一样谈吐自如就好了。警方再次找到我时，我顺带提了一嘴疯女人的事情。那名年轻的警察正低头翻着资料，随口问道，他什么时候来小区的？我想了想，道，大概2年前吧，他好像是低保户，听说一直没地方住，所以街道给分了间1楼的小房子。警察说，时间差了3年，他应该跟这起案子没关系，对方行为不受控制，回头让小区保安多盯着点。我答应下来，当务之急还是要弄清楚徐芳的死是怎么回事。吴女士，你的儿子是怎么成这样子的？警察忽然指向杨，我微微一愣，随后意识到对方在说杨自闭症的事情。我无奈叹息，杨这是天生的，看了很多医生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可对方的眼神却意味深长，天生的，后天的刺激也是会影响到儿童的心理健康的。我是说，他会不会是看见了什么才变成这个样子的？饶是对方说的再委婉，我也听出了这话里的隐喻。他们怀疑是我杀了徐芳，很可能还被我的孩子看见了。我很笃定地说，绝对不会。我的丈夫已经死了5年，我为什么要在他死了以后杀死徐芳？这根本说不通。别激动，只是一个提醒。我冷静下来，忍不住问，到底是谁杀了徐芳？还要多久才能结束这个案子？我想快点恢复正常生活。警察没回应我的问题，而是说了一句让我彻底震惊的话，吴女士，你的丈夫他可能还没死。我怀疑自己听错了，什么？你是说周胜他还活着？目前只是推测。这位姓陈的警官拿出几张照片，走访徐芳老家的时候，有村民提供线索，说4年前周胜在村里徘徊过。我险些站不住，摸索着椅子坐下来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接过照片，首先看见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孩，在她背后的瓦房前，一个男人蹲在房檐下，恰好被拍了下来。他的脸刚好对着镜头，我太熟悉那张脸了，正是我的丈夫周胜。你可以看看，这是不是你的丈夫？我颤抖的双手已经说明了一切。
周胜4年前曾经出现在村子里，那么5年前他在我面前被河水冲走的时候，都是他策划好的。可是他为什么要那么做？我向警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。陈警官看向我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我们去村子里的时候，他们说周胜伤害了一个女孩，就是照片上的那个。伤害？”我一时没理解警察的意思，就是强奸。我猛地抬起头，这不可能。我认识周胜将近10年，他什么人我心里很清楚。那你说这么长时间他为什么一直没回家？我沉默了。那都是那个女孩亲口说的，只不过当时他们没有报警，也是我们去调查以后，女孩的家人才把这件事说出来。我的老公在我面前跳了河，假死后逃离了我，转头又去侵犯别的女孩，确定不是做梦吗？我一个人把杨洋拉扯大，带着自闭症的孩子举步维艰，可周胜竟然在外头做出这样的事情，还是有些不敢相信。我问道：“那张照片是真的吗？会不会是伪造的，或者是跟周胜长得很像的人？”可警察却说，不止一个村民表示几年前看见过周胜，还跟他说过话，所以我懂了。亏我每天都坚持带儿子看他的照片，生怕杨洋记不住爸爸的脸。可我到底嫁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告别陈警官后，已经将近是凌晨了。我浑浑噩噩，准备回一趟自己的家。我想看看这些年周胜留下来的东西，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。这次进门很顺利，那个疯女人没有潜入我家里。翻箱倒柜后，我甚至把当年跟周胜拍的大头照都找出来了，但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。我又回想起他死的那天，他落水的那天是我女儿死后的第3个月。那天下着大雨，周胜喝醉了酒，嘴里一直念着女儿的名字，说要去河边找孩子。我去了厨房煮粥，想让他醒酒，可一转头他就不见了。我慌了神，跑出家门，在大雨里寻找丈夫的身影。他一直说要去河边找妮妮，我下意识的就往那里跑。刚跑到河边，就看见周胜在水里挣扎的身影。正是雨季，水位上涨，水流很急，周边没有其他人，我也不会游泳。我在大雨里声嘶力竭地喊着周胜的名字，最后却只能无奈地看着他被水冲走。就这样，我原本支离破碎的生活完全毁在了那个雨天里。这之后很久都没有找到周胜的尸体，所有人都说他死了。时间久了，我也渐渐相信了。毕竟那条河最后汇入的是长江。可没想到我居然被骗了，周胜竟然强奸女孩，就连徐芳也可能是他杀死的。心头逐渐涌上恨意，我带着孩子走在漆黑的街道里，竟没感到害怕。已经是1点多了，小区周边静悄悄的。突然，巷子前方传来了一阵哭声，还伴随着沉闷低沉的撞击声。我下意识地打开手机手电筒向前方照去，只见不远处一男一女躺在水泥地上，准确地说是一个男人压在一个女人身下。男人腰带半解，表情狰狞，脸上有一条条很短的刀疤。他正用拳头一下又一下地砸着身下的女人。他身下是那个女疯子，神经病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不听话老子打死你。我大概明白这个男人想做什么了。在他们的旁边，那个寸头男孩正无助地哭着。喂，你做什么？我搂紧杨洋，鼓起勇气上前。这个禽兽不如的男人连精神病人都不放过，不免想起假死的周胜。难道男人都是这样用下半身思考的吗？刀疤男被我惊动，他转头看向我，眼神里竟然有杀意。他咬着牙说道：“劝你少管闲事。”我警告你别乱来，我要去旁边叫保安了。说着，手缓缓伸进包包里。他却丝毫不慌，而是指着我怀里的杨洋：“哑巴孩子是你家的吧？要是今晚的事你敢说出去，老子就算进去了也找人弄死你儿子。”刀疤男一副轻松自在的样子，不信你就试试，你说出去几个字，我捅你儿子几刀。听他这么说，我哪里还敢见义勇为，下了一句话也不敢说。男人不紧不慢地站起来，缓慢地系好腰带，再次放狠话警告我之后，走出了巷子。他走后我才敢上前：“你们没事吧？”男孩看向我：“没事，谢谢你。”我放下心来，没事就好。我本来还想把这事告诉保安，可眼下只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没办法，我还有孩子。见男人走远，我把一直放在包里的手拿出来，包里放了一把折叠的美工刀，原本是为了以防万一，还好没用上。男孩一瘸一拐地走上前扶起女人，两个人颤颤巍巍地准备走出去。可就在经过我身边时，女人突然发起了疯，她一下子扑到地上，手脚并用地爬行，喉咙里一直发出咯咯的声音。我吓得立即跳开，不知道又怎么惹到了这个女人。只见她颤抖着双手从地上捡起一个纸片，血红的眼里全是愤怒。刚才面对刀疤男，她都没有这么激动的情绪，现在这是怎么了？我伸头看过去，发现她捡起的那张纸片竟然是周胜的照片。那张照片一直在我的包里，应该是我刚刚摸刀时不小心从包里掉出来的。可这个女人为什么看了照片这么激动？她趴在地上，不知道从哪摸出了块玻璃片，对着照片恶狠狠地划着，连自己的手都出血了也不在乎。她为什么这么恨周胜？我突然想到了在警局看见的那个照片上的那个女孩，难道说周胜他也伤害过这个女人？一股寒意袭来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很有可能就是这样。我蹲下身子，指着照片问男孩：“你认识照片上的这个男人吗？”男孩摇摇头：“你见过他吗？”这回他想了想，又摇摇头：“没见过。”男孩说完，走到自己母亲面前，将照片抽了出来，递给我：“我妈妈精神状态不好，今晚的事，请你不要告诉警察，不然她又会被送到精神病院去。”我心情复杂，却也点头答应下来。他们这才准备回去。就在他们要转出巷子的时候，我问男孩：“你多大了？”14了。14岁，比死去的妮妮还要大2岁。会不会这个男孩是周胜的孩子？我摇头苦笑，怎么越来越离谱了？又在酒店住了2天后，警察说走访有了新的进展。这次的线索显示，徐芳的死，周胜的确有很大的作案嫌疑。几天前，有几位外出务工的村民回家后，听说警察正在征集徐芳和周胜相关的信息，便主动跑到警察局，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。12年前，也就是我女儿出生的那一年，他们中有人看见过周胜和徐芳抱着孩子一起回村，村民甚至都以为他俩才是一对夫妻。周胜的父母很早就去世了，父母死后，周胜就很少回村子里，就连结婚也没跟乡亲们说，以至于当时他们看见徐芳和周胜抱着孩子，下意识认为是他们2个未婚先孕生了孩子。另一位回乡的村民说，大概4、5年前，有一次他晚上从地里回家，看见周胜把徐芳按在苞米地里暴打，徐芳被打得满脸是血。
当时他呵斥了几句，周胜收了手，却放了狠话，扬言要弄死徐芳。都已经过去了这么久，会不会是他们记错了？坐在警局的凳子上，我听了以上信息，内心已经没什么波澜。周胜是个人渣，我现在已经很确定这一点了。12年前，正是我刚刚生完妮妮，几乎可以说是最痛苦的时候，他竟然在那个时候就背着我跟徐芳搞在了一起，真是恶心透了。几个人同时记错的可能性微乎其微，现在所有线索都指向了周胜，他很可能婚内出轨，并且在几年后与徐芳产生矛盾。如果他是凶手的话，应该就是在殴打徐芳不久后把他杀害的。不过这些都只是根据村民的证词推测的，想要还原真相，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周胜。如果后面他出现或者联系你了，一定要第一时间告知我们。我点头，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。谈话结束后，陈警官将我们送出警局，并说了一个好消息，发现徐芳尸体的地方已经取证完毕。考虑到我们母子情况特殊，今晚我和杨洋可以回自己家住了。我带着孩子退了房，又回到了自己家。虽然客厅的大坑已经被填上，但一想到有一个女尸跟我们同住好几年，仍然会觉得心悸。这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周胜回来了，还挽着一个陌生的女人。他走上前，满脸阴鸷的用刀捅向我。我猛地睁开眼睛，发现出了一身的汗。不论是梦里梦外，我怎么也想不通周胜为什么要这么对我。侧过身子准备继续睡觉，可一偏头发现杨洋竟然睁着眼睛，他整个身子坐了起来，呆呆地望着床尾的方向。难得杨洋睡不着觉，却没大声尖叫，可我顺着他的视线看去，差点没尖叫出声。灰暗中，只见我的床头正站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，又是那个熟悉的身影。不得不说，那个疯女人已经快成了我家里的常客了。只不过我晚上锁了门，她是怎么进来的？做晚餐时，我似乎听见杨洋在玩门锁，想来可能是他把门打开了。我起身打开灯，发现女人正在跟我的儿子对视。你怎么进我家的？快出去！饶是我脾气再好，也受不了疯子大半夜进我家。可他却不为所动。自从我开灯后，那个女人就不盯着杨洋看了，她抬起头看向床头上方的位置。我时刻注意着她，原本她的情绪还算平静，可现在她的表情立即变得惊恐、扭曲。疯女人指着床头上方的位置，痛苦地张大着嘴巴，一副想喊却喊不出来的样子。床头上方有什么？只有我跟周胜的婚纱照。她是看见了周胜，所以突然情绪激动起来了吗？我把儿子抱下床，生怕他突然失控，对着杨洋做出什么不理智的事情。妈，你怎么又跑出来了？门口突然跑进来一个男孩，疯女人的儿子找来了。我长出一口气，还好他儿子来了，不然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。小男孩来了以后，又开始对着我连连道歉，说自己妈妈不是故意要闯进来的，请我不要报警。我看着依旧对着照片发狂的女人，心里已经认定她一定跟周胜有关系，内心五味杂陈的。如果周胜真的还活着，如果他真的做了这些畜生不如的行径，我宁愿他死在了外面。他不配做一个丈夫，更不配做一个父亲。我摸了摸男孩的头，对他说，以后看好你妈妈，太晚了，你带她回去睡觉吧。男孩感激地朝我鞠了一躬，谢谢。而后他上前安抚母亲，一遍一遍地说着回家。女人终于安静下来。临走时，我目送男孩的背影，他穿着一身白色的睡衣，睡衣很大，跟他小小的身体很不相称，可我却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。等等，我叫住男孩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也算打过好几次交道，我到现在连男孩的名字都不知道。我叫安安。说完，他扶着自己的母亲，一瘸一拐地走了出去。安安，安安，确实是个普通的名字，可他为什么要穿2层睡衣呢？徐芳的事情还在查，周胜依旧生死不明，花盆里的断指到现在还没头绪，一切都陷入了僵局。就这么僵持着，时间来到了女儿的忌日。女儿落水以后，我们将她葬在了周胜的老家。坐上大巴车，我带着杨洋回了村里。在车上，杨洋难得没有哭闹，或许是知道我带他去看姐姐们，他一直静静地看着窗外。坐了1个多小时的车后，终于抵达目的地。拎着零食和玩具，我跟杨洋来到墓地里。洋娃娃、小公主，女儿爱吃的零食，所有玩具和零食的东西都留2份。杨洋乖巧地将它们摆在墓前。我默默看着墓碑上的照片，一偏头，忽然瞥见了旁边葬着的那个熟悉的男人，是周胜。很奇怪，明明是最熟悉的人，但看着黑白照片上的那张脸，我却觉得有些陌生。他做了那样令人发指的事情，我一点都不想祭拜他。思忖间，忽然听见不远处传来争吵声，声音越来越近，是一男一女，他们好像在往这边走。我本无意偷听别人的隐私，却听见女生提到了周胜。难道他们认识我丈夫？思及此，我带着杨洋悄悄挪动步子，躲到不远处的一块墓碑后面。我对儿子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他便静静地眨着眼睛，不再说话。只听那道女生说，谁让他有前科的？听说徐芳被他杀了，那我让他替你背个锅也没什么吧。男生则道，不然呢？要是你爸知道我们几年前就搞在一起了，他不得打断我的腿。周胜离开村子这么多年，现在身上还背了人命，不在乎多这一桩强奸罪。女孩继续说，还真的要好好感谢他了。当年我们干完坏事，没想到回家后我爸发现了不对劲，我只能骗他说是被坏人强奸了，还好老头要面子，没报警，我就说是天黑没看见对方的脸。这些年他一直惦记着这件事，正好前几天警察来了，我突然想到以前拍的照片里有周胜，就撒谎说那年的男人好像是他。女孩咯咯地笑着，怎么样，我是不是很机灵？微微侧目，我看见一个穿着黑色吊带的女生站在周胜的墓前，她正是警方带来的照片上的那个女孩。她之前说被周胜伤害了，但我没想到她竟然在撒谎。你也别怪我们，谁让你有前科的？不知道你究竟死了还是活着。这旁边葬的是你女儿吧？贡品是你老婆带的吗？她来看女儿都不看你，所以除了我们，没人祭拜你了。他们还在说些什么？我渐渐听不清了。我决定要告诉陈警官这些事情。好在最近的事情太多，我长了心眼，刚刚提前打开手机录音，这个距离应该能录得清楚。警察局内，陈警官听完录音后说，我们会再次去核实一下对方证词的真伪，正好我们这边也有了新的线索。我们去了徐芳以前工作过的医院，她以前在里面当了几年护士，她曾经的上司提供线索说，徐芳因为擅自与病人接触，早早就被开除了。擅自与病人接触被开除，我听不懂这是什么违规行为。
陈警官解释，徐芳在的科室是产科，她私底下跟产妇接触，充当中间商，贩卖婴儿。我惊了，她卖孩子？我突然意识到不对劲，想到了刚刚祭拜女儿时带的2份贡品。你们之前说有目击者看见了徐芳和周胜抱着孩子，有没有那张孩子的照片？陈警官满脸诧异地看着我，我急切地催促有没有照片，我想看看那个孩子。一开始没有，不过前几天汽车站的人给了一段宣传视频，刚好是在徐芳和周胜出现那天拍的。通过对比，我们发现了符合他们外貌特征的一对男女。陈警官调出视频，我仔细观看，果然在右下角看见了熟悉的2个人。周胜和徐芳一起下车，徐芳怀里还抱着孩子，襁褓里露出婴儿红扑扑的脸蛋。那个孩子跟我女儿刚出生时长得一模一样，准确来说是双胞胎女儿里死亡的那一个。当年我怀孕时没多久就查出来是双胞胎，但好景不长，很快我就又被查出得了癌症。我不愿放弃孩子，又因为经济条件有限，索性先不管癌症，想拖到孩子出生以后再治疗。可就在我撑到孩子快要出生时，做产检的医院告知我，肚子里的2个孩子由于我的身体原因，其中一个已经停止了发育。我伤心了很久，终于在低谷期迎来孩子的出生，确实只有一个健康的孩子。由于是剖腹产，所以我并没有见到死掉的那个孩子，只听说也是一个女孩。现在想来，另一个孩子根本没有死，而是周胜联合徐芳把她带走了。这么说，听完我的发言，警察开口道，花盆里的那截手指应该是你另一个女儿的。我点头，有些想哭。10几年来，我从没怀疑过这件事情。10几年前不像现在，双胞胎本身就很难全部存活，加上我当时状态很差，所以根本没有对另一个孩子的死起疑心。断指会出现在你家花盆里，说明那个女孩跟你离得很近，甚至可能在你住的那个小区。警察的话让我的一颗心狂跳起来，另一个女儿可能还活着，甚至就在我身边，这简直太令人不敢相信了。等到走出警局时，我才发现自己早已是泪流满面。还好天快黑了，不至于被人看见这副失态的样子。我抱着杨洋准备回家，可走到小区门口后，我却不想进去。天一直阴沉沉的，此刻下起了雨，有很多在外玩耍的小孩因为下雨跑着跳着冲回了家。10几个孩子从我面前跑过，我只觉得天旋地转。这其中谁是我的女儿？雨越下越大，我感受到了一阵前所未有的茫然。杨洋，突然刚刚还安静的儿子拽住了我的手，他试图把我拽到一旁的街道里。怎么了？你要带我去哪？杨洋不说话，只是把我往巷子里拖。天已经完全黑了，还下着大雨，我怕杨洋生病，正准备带他回去，却听见巷子里传来一阵哭声，还有恶狠狠的咒骂声，听起来有些熟悉。我悄悄走上前，借着路灯的光，发现是那天的刀疤男。疯女人和安安都在，只见刀疤男和疯女人厮打在一起，血水流了一地。我听见刀疤男骂道：神经病，你快点放开老子，你女儿早晚要给别人上，你他妈再拦老子试试看。女儿，他说的是安安吗？我不由得看向瑟缩在角落里的小男孩，他抱着双腿瑟瑟发抖，雨水打湿了他的衣服，我隐约看见他短袖里穿着的衣服。穿2件衣服，只有女生才会在短袖里再穿1件衣服。安安是女孩，我下意识想看她的手，却因为她环抱着自己，看不见手部。如果安安是女生，那么那个疯女人，2个人持续扭打着，隔着雨帘，我看见刀疤脸恼羞成怒，从腰间摸出一把匕首。安安也看见了，她满脸惊恐，下意识冲上前抱住刀疤脸的手臂，她极力拦着刀疤脸，声嘶力竭地喊着：爸爸，别管我，快跑！爸爸，她管疯女人叫爸爸。我擦掉遮住视线的雨水，终于看清安安握着刀疤脸手臂的那只小手，缺了一截小拇指。我呆呆地站在原地，几乎忘记呼吸。甚至有那么一瞬间，我连自己是谁都忘记了。瘦骨嶙峋的疯子，剪着寸头的女孩，凶神恶煞的歹徒，直到杨洋的尖叫声传入耳膜，我才从浑浑噩噩中清醒过来。我从包里拿出水果刀，擦一把脸上的雨水，走到刀疤脸的身前，毫不犹豫地将刀刺进了他的后背。他瞪大眼睛，不可置信地转过头来看我，就连安安也被我的举动震惊了，将刀疤男踢到一边。见他昏迷过去，我才放下心来，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。安，我开口叫女孩的名字，发现声音都在颤抖。大雨中，疯女人跌跌撞撞地爬过来，这是你爸爸。我指着那个瘦骨嶙峋的人，看向安安。安安犹豫着，最终点了点头。我转过身子，蹲在那个男人的面前，他看着我，痴痴地笑着。我撩开他的头发，看见对方脸上那骇人的血红疤痕。周胜，你怎么成这样了？随着阵阵警笛声响起，一切都消失在了雨里。警方很努力地复原当年的事情。周胜已经痴傻，好在今天上午他们在徐芳的老家找到一沓日记，正是有了他们，才让一切重见天日。而那些血淋淋的真相，残酷到我根本不敢相信。徐芳是一名医院的护士，她工作的医院恰好是我当年做产检的医院。她一直伙同领导做着买卖婴儿的事情。当年周胜带我去产检时，恰好碰见徐芳，得知我怀的是双胞胎后，徐芳打起了我肚子里孩子的主意。她找到周胜，提出要买走我肚子里的一个孩子。徐芳在日记里写，听说我要他卖孩子，这个疯子竟然打我，还说要去警局告发我，真是一点情面也不留。我哭着求了他很久，他才愿意不去报警。等着吧，周胜，我绝对会让你后悔的。我打点好同事，谎称吴玉肚子里的孩子有问题，需要用3万医疗城的特效药，让他们赶紧回去筹钱，要么就给打胎。这2个傻子竟然很轻易的就相信了。看见吴玉哭得那么惨，我心里真叫一个痛快。周胜还是来找我了，吴玉又被查出得了癌症，他扛不住了，听我说孩子会被卖给城里的有钱人家，以后不用跟他们过苦日子，他彻底心动了。废物同事真没用，癌症都能误诊，还好报告被我拦住了。周胜没有知道真相，不行，得等到吴玉把孩子生下来，我才能把误诊的事说出去。要是周胜反悔，赵姐那边我怎么交代？他那还缺好多孩子呢。吴玉终于生了，2个女孩都很漂亮，我按照约定把一个孩子抱走。周胜跟着我一起坐汽车回了老家，离开的时候，他虽然嘴上没说什么，但我看见他偷偷抹眼泪了。哼，谁让他当初不同意我们复合的，不然我也不会把事情做这么绝，可别怪我呀。
把孩子交给赵姐了。她说这女孩长得水灵，小的时候能乞讨，长大了还能出去卖。赵姐心情好，给了我5000多。我告诉周胜买家嫌孩子母亲得过病，只愿意给500，他没意见，只说孩子过得好，不用受苦就行。我差点没憋住笑，孩子以后是过得好，好多好日子等着呢。日记到了这里，后面基本上是跟周胜没有关系的内容。直到5年多以后，徐芳的第3个日记本里才又出现了周胜的名字。看时间，应该是溺水后不久，周胜带我去县城古镇景点散心的那段时间。真晦气，赵姐让那女孩去古城乞讨，结果竟然被周胜给撞见了。这小贱人长得跟她双胞胎姐妹一模一样，周胜一眼就认出来了。他打了我的电话，逼问我到底怎么回事。我撒谎说不知道，也不知道他信了没有。周胜果然没信，他竟然找到了我老家的地方，把我暴打了一顿，说不说实话就弄死我。我实在太害怕了，就把所有的事情都说了出来。听到自己的女儿这些年一直在乞讨，吃的是猪食，还被打断了一条腿后，他彻底发疯了。要不是有人发现了我们，我真觉得他会杀人。他又来了，这一次周胜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，嘴里说着什么反正我已经死了，不会牵连小玉了，还让我带他去找女儿，我只能照做。我决定了，明天就带他去找那个小贱人。周胜把小贱人带走了，赵姐那边也在找我麻烦，说让我赔偿损失，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我不想死，可是我感觉周胜在找我，他还是不肯放过我，这个疯子！我帮他们解决危机，他还恩将仇报，他就是个疯子！我就不信周胜敢杀我，我等着，我就等着他，睡不着，总觉得窗外好像有人。日记到了这里，基本上可以确定发生了什么。在警方的引导下，安安也帮忙还原了一下事情真相。在安安的记忆里，他遭人虐待，被迫乞讨了将近7年，腿被打断，嗓子也哭坏了。有一天晚上，有一个男人怒气冲冲地找上门来，看见他拿着刀，那个叫赵姐的女人吓得立即逃跑了。安安被带走了，那个带他走的男人说自己是他的爸爸，一直哭着跟他说对不起。他不知道那个男人为什么哭，只知道自己以后不用再乞讨，也不用再被打了。他们在桥洞下住了一段时间，爸爸说他要去做一件事，第2天他浑身是血的回来了。安安记得那晚他说要把自己的腿治好，再带自己去找妈妈。于是后来男人就去工地上打工，做着最危险但来钱最快的活。安安的断腿要做2次手术才能好，第1次手术成功后，他赚钱更卖力了，却不想遭遇了意外，被工地上掉落的砖块砸中头部，当场昏迷。等醒来以后，已经神志不清了，成了一个只会傻笑不会说话的疯子。于是安安又要一个人颠沛流离了，还要照顾着疯疯癫癫的父亲。周胜一直没告诉他自己的妈妈是谁，安安以为一开始他就是骗自己的，他已经有了父亲，没再奢望还有母亲，但没想到自己真的有母亲，还有个弟弟。听了孩子的这番话，我泣不成声。我不明白周胜为什么那么傻，徐芳为什么那么狠心，命运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们。小丫头，那你的手是怎么回事？警察听了来龙去脉后也无比动容，蹲在安安身前问他。安安用粗哑的声音说，爸爸的床断了，我想给爸爸锯一条新床，可是我不会用锯子，手指被锯断了。当时我跑到屋里想快点止血，等回来才发现断掉的手指已经不见了。是你捡走了姐姐断掉的手指吗？我看向儿子杨洋，除了这个原因，我想不到别的可能性。杨洋翻出随身带的绘本，翻开其中一页，指着画面上的种瓜得瓜的画面，种在盆里。姐姐有新的手指。我彻底呆愣住了。杨洋，你竟然会说话了。他摇摇头，见不到姐姐，我不想说话。很流利的普通话，跟那天我捉迷藏时听见那句重复的话一模一样。原来一切都是我的儿子，是他在指引我。在过去的几年里，我不厌其烦地带着杨洋翻看我们的照片，看周胜的，看女儿的，我一遍一遍说这是爸爸，这是姐姐。我无数次说过，如果姐姐还在的话，杨洋一定会开心地说很多很多话吧。本是因为被自闭症困扰说出的自我安慰的话，没想到杨洋却当了真，还真是命运弄人。安安，告诉警察叔叔，你为什么要跟爸爸隐瞒性别？安安乖巧地坐在椅子上，回答道：爸爸是个精神病人，又是个男人，每次出去别人都很害怕。虽然我说了很多次，爸爸从来不会伤害别人，但还是有人拿东西砸我们，骂我们。有一次我看见一个精神病阿姨，大家对她的防备很少，不会打她骂她，于是我就想让她当我妈妈。至于我，是因为我头发长的时候，经常有坏叔叔跟着我。有一次我躲到便利店里，一个奶奶提醒我，让我把头发剃了。我照做以后，果然好很多了，不过还是被刀疤脸的坏叔叔发现了，他已经盯着我很长时间了。警察叹息：那你为什么不报警呢？不能报警，我虽然不知道爸爸做了什么事，但也知道他可能做了很不好的事情，我不想他被抓走，所以那天我看见爸爸的照片，也只敢说不认识。傻丫头，我是你妈妈啊，你害怕什么呢？你没看见我家里挂着跟你爸爸的婚纱照吗？那个叫徐芳的阿姨，她也有跟爸爸的合照，但她是个坏阿姨。而且爸爸出事之前说过，我只有一个妹妹，她淹死了，可你还有儿子。我只觉得心痛得像被针扎。还好，现在安安回到了我的身边，杨洋也能开口说话。待安安走时，我又问他，你为什么要撒谎，说自己14岁，你明明只有12岁。他瑟缩着，最终还是牵起我伸过去的手，说真实年龄。很多老板嫌太小，不愿意要我，说14岁的话，有些老板就愿意让我去打工，擦桌子、洗碗、拖地，这些都可以赚到钱，赚到了钱就能给爸爸买药了。我转过头，捂住嘴，为女儿的懂事无声落泪。几天后，根据徐芳的日记，当年医院里的参与买卖婴儿的医护人员全部落网，那个赵姐也很快被抓住了。我捅刀疤脸的那一刀被认定为无罪，而周胜则因为过去的罪行受到了审判，他被强制送往精神病院，边治疗边接受监禁。我们送他入院的那天，安安跟杨洋手牵手，隔着玻璃看着自己的父亲，他的长发被剃掉，换上干爽的病号服，他终于不用再将父亲的身份隐藏起来了。另一头，杨洋又拿着粉笔在窗台上涂鸦着，是他曾经在周胜小区房子的门上画的那种圈，上面一个圈，底下还跟了一个圈。我问杨洋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杨洋一边画一边念88，他说爸爸。番外，其实徐芳第一次找上周胜的时候，他就气得差点想杀人。眼前的女人竟然提出让自己卖一个孩子，他是疯了吗？自己好好的，有手有脚的，凭什么要卖孩子？但很快他就不这么想了。
吴玉的身体太差了，孩子又出了问题，医生说要3万1真的保胎药。他把存款全取出来，这才安然无恙保住了孩子。可祸不单行，吴玉没多久又被诊出了肺癌。他百思不得其解，自己从来不抽烟，妻子怎么会得肺癌？因为没什么文化，他们一直觉得医院是最权威的地方，从来没想过什么是误诊。检查报告出来的时候，他和吴玉抱头痛哭了一场。那时他已经下定决心，砸锅卖铁也要救妻子，只是可能要过苦日子。一想到过苦日子，他又想起来了徐芳，2个孩子养活起来压力又大，也没精力照顾，正好城里有钱人生不出孩子，不如送孩子去过好日子。这么想着，他还是答应了。虽然看见妻子得知胎停时很是伤心，但他还是咬着牙瞒了下来。孩子送出去以后没多久，他才知道癌症是误诊。他想过把孩子要回来，但被徐芳一口回绝，说孩子已经成了千金，没必要回来做穷人的女儿。他放弃了，可这件事就像一根刺，深深地扎进了他的心里。明明7岁时他掉进河里夭折了，周胜觉得是自己的报应。他卖了一个孩子，老天爷就惩罚他再丢一个孩子。他几乎心碎，却不敢在吴玉面前表现，只能安慰地说可以再生一个。为了帮妻子缓解悲痛的情绪，他带着吴玉去了古城旅游，却没想到看见了那张熟悉的小脸。那个女孩身躯瘦小，长着跟妮妮一样的脸，一瘸一拐地走到他面前，请他给自己1块钱。因为长期乞讨和哭喊，女孩子的声音变得十分粗哑。还好吴玉在另一边看小商品，他没有作声，颤抖着双手给了钱。在看见女孩手腕上的一块小小的胎记后，他终于确信那就是他的女儿。如遭雷击，如鲠在喉。随后妻子戴着一顶太阳帽问他好不好看时，他敷衍着说漂亮，眼神却随着那个小小背影远去。当晚他就拨通了徐芳的电话，却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。等到第2天他再去古城时，发现女儿不见了。他猜想是徐芳转移了孩子，便提着刀找回到老家找她。威逼之下，他终于得到了真相。那一刻他恨不得杀了自己。他把自己的宝贝女儿用500块卖给了一群魔鬼，一定要把女儿救出来，这是他那晚的唯一念头。在医院时他就吃了没文化的亏，这一次他做足准备，查了资料，决定一个人动手。他假装掉进河里被淹死，就是不想让妻子被牵连，哪怕是只知道一点点，都可能连累他成为帮凶。利用溺水的假象脱身之后，他彻底成了一个亡命之徒。这次他换了一把更大的刀，直接杀进赵姐的老巢。赵姐被吓得当场开车逃跑，他本想追，一转头却看见一个眼神乌黑的小女孩，是他的女儿。他放下凶器，踉踉跄跄地走上前，抱着孩子痛哭起来，流下的眼泪滚烫而炽热。救回安安的那一刻，他已经决定要杀了徐芳。第2天，他潜入徐芳的住处，将她勒死。周胜知道吴玉回了老家，索性把尸体埋在自己家的客厅里。他以前跟父亲学过瓦匠手艺，一个晚上就把地砖恢复如初了。考虑到安安的腿还没好，他又决定自己赚钱给安安治好腿。一个人在工地上打了3份工，他却从没觉得这么安心过。脑子里想着吴玉的脸，他期待着很快一家人就能开开心心的团聚。其实不回家还有一个原因，他在逃避。他杀了人，不敢再面对妻子，又加上安安的腿，他更不想立即回家。可厄运还是再一次降临了。他在工地上被重物砸中脑袋，住进了 ICU， 脸上留下骇人的疤痕，神志也不再清醒。工地老板不愿意负责，只让他住了几天就强制出院，甚至欺负他没有家属，连赔偿款都没有。于是他成了一个半人半鬼的疯子。可他从不暴动，不伤害人，顶多是对着人傻呵呵的笑。只是有一次，一个男学生调戏安安，他这才动了手，骑在对方身上，把他的头都打破了。安安懂事的几乎让人心疼，捡塑料瓶，吃垃圾桶里的剩饭，赚的钱都用来给父亲买药。居无定所，流浪了一段时间，社区也很快注意到这对可怜的妇女，给他们安排了住房。辗转换了很多次房子，最后一次阴差阳错的住进了吴玉住的那个小区。那个时候，一对父女已经变成了一对母子。经过风霜的洗礼，2个人的面相都发生了改变。安安也因为幼年的经历，彻底坏了嗓子。所以吴玉怎么也没想到，小区里的疯子竟然是自己的丈夫。周胜虽然失去了神智，但见到那个带着孩子的女人时，本能的想要靠近她。可有一次，他在她身上看见了一张照片，那张脸是他记忆里最恨的人，一个无能、懦弱、带来一切不幸的男人。要是能重来，他一定要阻止那个人做的一切。可惜不会有重来的机会，他也什么都不会懂了。好在命运还是眷顾他的，最后的最后，他跟最爱的人重逢了。有时候阳光很好，他坐在精神病院的树下，看着不远处玩耍的男孩和女孩，以及温柔地望向自己的女人，觉得心里很满足，很安逸。他咯咯地笑着，树影婆娑，草木轻晃，温柔的风终于吹向了苦命的人。